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川习会才刚刚落幕，紧接着习普会就登场了。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普京已经来到了北京，中国大陆的首都。而今天早上，您看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习近平特地为普京举行欢迎的仪式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北京在不到1个礼拜非常短的时间呢，接连迎接东西方2大国的领导人到访，在这个看起来红地毯铺得非常长，两个人走在这个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也接受小朋友的欢呼。您看到这小朋友手上举着的是2国的国旗，而另外呢，你看到像这一幕这个1个礼拜前。习近平和川普基本上也上演了差不多这样场景的一个画面跟对方的阁员幕僚们一一的握手介绍。那当然，你看到呢，中俄背靠背像这样的态势非常的明显。2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而另外呢，他们将签署21项的文件，重新订定这个新国际关系，全面合作，加强战略互动。于是有很强的较劲的意味，包括中俄背靠背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挑战美国过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吗？有些人已经这样子认为。不过我们来看看前一天晚上，当普京他的专机抵达我们看到北京之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呢，他是第25次访问中国大陆是次数最多的国家元首之一因为25次。那当然，因为他在俄罗斯执政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他到访以这个俄罗斯国家元首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到访中国大陆是最多的国家元首之一。北京挂上了中俄国旗你看到街头上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国旗，并且呢，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到机场去接机，而川普登上专车前脱下了外套。这个是在俄罗斯的文化，他们说人们通常会在进入室内或者较为放松的环境后脱下外套。那也有人解释说，他觉得好像宾至如归所以他把外套给脱下来了。那普京的专车车牌号码也曝光了。19888D 我们看到这是幸运的数字，所以呢这个包括大家都知道在华人的世界里，8代表发就是比较吉祥。那这个巧思或者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安排，被视为向中方展现友好的心思。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再度重启这个所谓的茶叙外交，它靠3种物品跟普京培养这个铁杆兄弟的交情，包括什么呢？伏特加、高铁，还有游船。那我们看到，包括伏特加是这个俄罗斯，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喜欢喝这个伏特加这个很烈的酒那这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他说指出习近平跟普京多年来透过大量的非正式互动，逐步的建立起超越一般外交关系的个人友谊。当川普不断的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可是看起来这2个人的友情好像比较持久，或者是比较坚固。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BBC 他暴露了普京访北京的目的，就是站在习近平旁边，俄中中俄才是真正的铁杆的盟友。这是来自于 BBC 这个俄罗斯事务编辑的一个报道。它里头有分析他说对于普京来说，这一次访中的重要目的就是站在习近平旁边，并且能够被看见跟习近平这一位全球最大的玩家之一并肩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政治讯号，并且向外界来证明俄罗斯依旧是国际上重要的角色。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就在做各种的分析报道，包括川普才刚刚走，普京就来北京已经成为全球外交的核心舞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习近平很厉害2手操作，想要打造无美国的新秩序，这就是呼应我们的标题，是不是
这两个国家想要取代现在看起来还是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呢？来请教赖老师。普丁他浑身都是外交了哈，他是一个非常懂，而且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政治领袖，他也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其实他都知道他在释放什么样的讯息，这个很清楚。但是中国大陆在外交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成熟你看所有的礼节不落项也就是说，普丁即使只来2天的访问而且是晚上到，对，2天而已，国事访问，只要定位是国事访问，中国的礼节就绝对不少。这代表什么？中国大陆在坚守规矩这个部分是守得很紧，守得很严为什么？因为这次普丁来中国的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非常的巨大。2份联合声明，这不得了一份联合声明，也就是对于2019年所打造出来的新时代的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往上走一台阶。那也就是说，这是第5号文件那这一次的整个两国的合作在往上提升，这是史上更好的关系，也就是好上加好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目前的变局终结美国单极霸权，追求世界多极格局，还有新时代的这个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也出来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就向世界各国这个释放出一个强大的讯息，就是中俄要并肩联手，那么把整个世界的新格局要打开。那这个新格局基本上来讲，很明显的，以目前来说是时机最好的时代，因为欧盟跟美国的联盟关系也松动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甚至连亚洲国家它的影响力都衰败了。例如说菲律宾最典型嘛，小马可仕之前还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现在小马可仕马上改口了，他说台湾有事不是菲律宾有事我们菲律宾永远站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执行这个维和行动。你看跳出去了，然后你也看到高市早苗着急的不行的时候跑去找韩国。韩国李在明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谈中国问题你要拉我就拉我，可是你不要拉我去抗中，我不跟你玩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变成日本孤立了，美国本身也要跟中国大陆说，我们不是朋友，但是我们也不要成为敌人，我们朝好的方向走。那整个世界都在往中国大陆移动，所以欧美所有的领导者也好，舆论也好，媒体也好，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中国大陆的习近平是当前的世界领袖，而且是唯一的领袖。因为川普在过去美国是世界的领袖，但是很明显的，现在全世界的5大常任理事国中的4大常任理事国，美国、俄国、英国、法国的领袖全部在今年都到北京来，但是对不起，这些其他的人并没有到华盛顿所以谁才是站在全世界的席位？很明显的就是习近平站在全世界的席位。然后俄国跟中国大陆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关系，坦白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是习近平从上台以来，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他就已经在释放出一个最明确的讯息，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要在全方位的战略上要改变跟俄国的关系，要建立起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2013年一直走到2026年，这13年，中国经得起考验。你看，俄乌战争这4年多的期间里面，美国跟欧盟给中国施加多少压力，甚至胁迫中国说，你如果不改变你跟俄国的关系，那我们的关系就恶化。那中国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关系可以恶化，但是我不会改变我跟俄国的关系。这样的一种态度跟这样的一个决心，其实你发现了，最终非但美国没有改变跟中国的关系，还跑来求中国；非但欧洲没有改变中国的关系，还全部都跑来求中国。不管是马特龙来了不知道多少次，连加拿大的总理，连这个英国的首相，连德国的总理全部都跑过来了。那西班牙的总理不用说了，来了不知道多少次，连他的国王都到中国来访问。换言之，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一套胁迫没有用。那中国经得起这个考验以后，各位看到的情况就是，普丁对中国的信任就是越来越加的信任，而这样的一个信任使中俄之间完全可以背靠背。
中国可以完全腾出手来经略太平洋，俄国可以腾出手来去处理它在大西洋的一些问题。西伯利亚2号线绝对会出来的。西伯利亚2号线一旦完成了以后，每一年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直接送到中国。未来如果再追加的话，那亚洲国家的天然气难道不是都要经过中国这个转运站？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情况变化会更大。是，来请教彬哥。其实西方一直说中方想要摆脱美国制定的世界秩序，创造属于自己的秩序，好像一副他就是硬要去跟美国争霸一样。可是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看，今天世界会演变到现在这样的格局，其实是谁造成？不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吗？美国自己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盟友都得罪了，然后他自己对他的盟友虚所无度，然后用各种难听的言语去羞辱他自己的盟友，然后美国展现了他身为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结果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在很多地方只顾自己的利益，罔顾全世界的发展的利益，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不是中国大陆真的要去争霸什么？老实讲，如果是中国大陆单纯想要去争霸，这些国家也不见得要甩他。这些国家为什么会络绎不绝的到北京来？也不是因为中国有多好，而是你美国已经变了，你美国变得不再值得信任。那当美国变得不再值得信任的时候，我当然要为自己买保险，所以我不得不去北京了。所以今天会造成这么多国家想要去跟北京改善关系的原因，实际上是美国造成的。所以不要只是老是会去指责别人，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吧。那川普上来之后，很明显的一个战略，他要纠正拜登时期的错误，因为拜登时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让中俄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川普一上来就说，普丁跟我是好朋友啊，习近平跟我也是好朋友啊，感觉上他好像是拉拢中俄，其实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川普是想要分化中俄，他心里头非常清楚，中俄如果结合在一起，对美国绝对不利，所以他当然希望中俄之间是能够交恶，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普丁跟我非常友善，他讲什么我都知道，习近平跟我非常好啊，他是世界上伟大的统治者啊，他非常跟我非常 nice 啊，他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些。那问题是中俄会这么简单就上当吗？不可能嘛。因为明知道你美国要这样干，那中俄如果还上这个当，还去说啊，那我跟我跟川普也很好啊，那这样子我们跟对方是不是要保持一点距离？人家不会这么傻。所以为什么川普一走，普丁马上来？这绝对是早就规划好的，不是说啊，普丁突然之间看到川普来坐不住了，说我也要来，绝对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事前计划安排好的。本来就是中俄就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就是我见完川普之后，我一定会见你，而且我会把川普跟我讲什么我都告诉你。那表示我们是确实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至少10年之内，这个关系是不会变的。那至于普丁这么频繁的到中国大陆来，为什么？其实普丁执政的时间，刚刚前子讲了，他执政时间很久，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这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在上升，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所以普丁才会一直不断的来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明显的，从普丁来的次数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在世界地位上的提升。是啊，你看25次，几乎每一年都来。对啊。好，来请教厉将军。他们是第25次见面哈，但是这周也是中俄签订中俄友好条约第25周年，就在这一周哈。所以当然那时候是这个普丁跟江泽民签的啦，事隔25年。当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国旗，你就知道它是双头鹰，一边看着欧洲，一边看着太平洋，代表说是它在欧亚板块上面它有它重要的位置。当然，现在俄乌战争打得不可开交，那当然它必须跟中国这边建立一个友好同盟的关系。尤其是说这个川普刚到中国来访问，我觉得普京紧接着后脚跟紧接来，绝对有它战略上面重要的含义。那我个人的分析认为是什么含义的？我认为跟这次来讲的话，跟俄乌战争绝对脱离不了关系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在这个当然有这种新闻有这种报道出来说，习近平有跟川普讲
说普丁很后悔在2022年对俄乌战争开战，那会不会是这次来的话，我认为说有可能跟这件事情脱离不了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啊，俄乌战争现在俄罗斯有没有打得跟去年甚至于2024年那样顺风顺水？我觉得他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他陷于一种泥淖里面，这个不可讳言的。因为从去年他们这个俄罗斯攻下红军村之后，到现在我们都以为攻下红军村，它后续来讲可以一马平川哈，可以直接横扫整个这个乌东地区的这种平原，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反而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军队现在来讲，跟乌克兰双方在这边属于一种焦灼对峙的一个情形。那俄罗斯也没有更进一步，尤其是说今年来讲，我们本来预期它冬季结束之后会不会发动春季攻势，那现在很快就马上进入夏季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大规模的攻势产生，尤其是说在上个礼拜。俄罗斯自己的这种阅兵仪式上面很明显的缩水，所以我认为俄罗斯这场战争对他来讲也形成很大一个负担。那这次他到中国来，会不会寻求中国方方面面的协助？譬如说是在地缘战略上面，他更需要中国对他的协助；另外在经贸上面，也可能需要中国对他的持续的支援跟帮忙。然后尤其是在外交上面，他会不会借着这一次有没有什么川普有没有什么话？借着习近平要传达给普京，所以普京这个时候来，跟川普前2天刚走，我觉得这2件事情应该可以连在一起看。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中俄两国这个以前苏联时代，美国是联中制苏了，那是叫苏联，但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然后美国由于拜登的这种政策错误，造成中俄两国这个互相结盟越走越近。中俄两国的边界长达有1000多公里那么长。那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为了防止苏联，甚至于将很多兵力都屯兵在这个北边的地区，为了防止苏联入侵，然后他屯兵在北边，用了很多兵力。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台湾这一点，我们自己台湾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都吃定说是你这个兵力都集中在北部，因为北部那边对你威胁最大，所以你屯兵在那边。但是现在如果说中俄关系可以这个慢慢改善，变成友好的话，那他就解放军来讲，他大可以将本来放在北边的部队抽调到南边来，然后应付东边这边，不管是对日本。或者是对台湾，或者是甚至于在南海那边，它可以集中兵力在这个地方。那北边那边，它跟俄罗斯可以采取这个外交上面同盟的关系然后将战力全部集中在这个东部的海边。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普京来，我们自己台湾也要特别注意。那双方来讲，我想他们已经是同盟了啦。那之后会不会这个除了同盟之外，军事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然后他如果说普京想要结束俄乌战争，很明显的，他也需要中国在这方面给他的协助跟帮忙。是普京动作频频，他一方面登陆到北京去展开这个普习会。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呢也同步宣布要展开核武的演习，总共有6.5万名的兵力投入，并且呢长达3天我们看到包括超过200套的飞弹发射系统，参与的单位涵盖了军机、军舰、潜艇以及核潜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双座版的苏57，这是第一次亮相，这也是宣告了俄罗斯第5代的逆踪战机启动地面测试。它瞄准的也是海外市场希望这个国外的买家也来买他们的第5代战机。那俄罗斯它知名的军事航空部落客他证实，他说您看到这一款双座版的苏57确实存在，而且呢真的是真真切切的已经在做地面的测试了。而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这2个国家结合背靠背嘛，那在军事上面呢，据说啦，在2025年7月2号，他们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协议。这个协议呢是有200名俄军在中国受训，而且直接投入乌克兰战场。他们的说法是这200名俄罗斯的军事人员，特别是学习无人机的操作还有战术所以你知道无人机在现代战争这个重要性越来越高。那另外刚刚将军也提到了说川普他否认习近平曾经讲过普京会后悔侵略乌克兰一说。
因为川普经常说各种的话、各种的消息哦。川普他之前曾经讲过哦，他说习近平告诉他哦，或者是透露了对俄罗斯对于俄乌战争表达悲观看法的报道。不过现在川普否认哦，他否认说这个事情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是不是边打边谈呢？川习会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辽宁号就奔赴西太平洋做一个演训哦。那这是西太平洋的年度例行训练，透过这个中国海军的微博，它公布了要执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以及综合的救援。那当然，因为这时间点有点敏感，就在川习会刚刚落幕之际哦，那也展现中国在外交对话之后，立刻以军事行动维持西太平洋存在感的强硬姿态。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也很特别，说是美军狂下单1万枚反舰飞弹，而且是一种货柜化的部署模式哦。它成本很低，然后货柜化就是一个 container 哦，这样子一个模组哦就可以采购。这个订单呢显示美军正在积极建立可大量生产、快速部署，而且可以承受高损耗，因为很快哦，可能这个就消耗掉了的反舰武器库啊。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大规模海上消耗战提前备战呢？大家可能就联想到中东啦各种的战争。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现在1800枚飞弹哦，那有一些说法啦，从美国智库他们说，真正的决胜点可能不是说你的飞弹很多，中国虽然拥有比俄罗斯还有伊朗更强大的飞弹以及无人机，可是如果你要压制战场，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实战经验嘛，还是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双向风险、战损评估，还有后续骑射能力的等等的情况下持续成功当然有很多的因素要完完全全配合一场战争是非常复杂精密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对日本来说非常的紧张因为日本的佐世保海域说是有中国的渔船过来了，所以他们就发布一个这个警讯说美日韩警戒，北京发动非常规海上战。像是这样类似的消息，其实过去我们看到非常多，我也搞不清楚这些到底是真正的渔船，还是由美日韩或者是相关的媒体报道说它可能是非常规的海上战等一下请专家来告诉我们。另外，日本持续有这样子的抗议行动，而且是非常大规模的10000人的抗议那主要是抗议高市早苗政权危险动向。什么是危险动向包括像是输出一些杀伤性的武器到其他国家，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军事化这个或是让这个日本的军队正常化像这样子的一些揣测，也引发了日本民众的一些担忧。而另外，我们看到日韩峰会李在明他抛出了中日韩合作，不过高市早苗他的态度比较特别，他避谈中国。这2个国家元首其实是互访，而且是到对方的故乡去做访问。日韩领袖7个月以内才半年多就4度会面。那李在明说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合作那你也看到高市早苗他就有点俏皮拿起了李在明的旧眼镜然后这个拍了这张照片就是好像说很可爱、很速配这个很花絮的一个报道。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高市早苗他怎么样展现他外交上面的柔软，或者是他的特点。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幸い時差もありませんので、何かちょっと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り、諸外国との関係で悩むことがあったら。しょっちゅう電話をし合おうねと約束をいたしました。次回は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す。温泉にしようかな、どこにしようかな、とっても楽しみに、美しい場所にお連れしたいなと、考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好，他满脸笑容的说，希望下一次李在明到日本去泡温泉，他邀请他。男女混浴我不知道，这蛮开放的那祝福他们能够泡得愉快先谈一下刚刚您所提到的有关于所谓的川普说习近平跟他讲的话这个部分里面很明显的是《金融时报》先登出来。《金融时报》我们都知道，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日本
的经济新闻社买下来了，所以他的老板是日本人，而他们的经济新闻社是很右翼的啊，军国主义的，他们买下了《金融时报》，然后他们就登出这样的一个新闻，他们这个新闻是说是美国不具名的这个外交人士核心的啊，告诉他们说啊，习近平啊跟川普说，这个普丁会后悔啊出兵乌克兰。这个新闻一出来，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登了，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台湾，马上就转载了。可是它的时间点就是在于川普离开北京之后，普丁要到达北京之前的那一天啊，突然间把这个新闻丢出来。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在挑拨中俄之间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更是在挑拨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没有的事，他把它说成有，说习近平会跟川普讲这种话，可是这不是习近平的风格，而且也不是事实。川普一看就知道有人在挑拨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所以川普在第一时间就召开了记者会，彭博社在白宫他就由川普自己当面的说没这件事，这代表什么？他不开心了。他不开心，那就会去追查是谁弄这个新闻，因为美国的白宫没有放出这个新闻，因为根本没有发生，根本没发生，制造这个谣言，那这个是谁制造的？是美国国务院制造的，反中派制造的，还是日本他们本身制造的？这要追查。如果追到最后是日本制造的，那你想想看，这个对川普来讲，对高市早苗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同一个月，就是5月11号、12号，日本也故意放出一个新闻，说俄罗斯普丁要跟日本接触，然后要改善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扎瓦罗马上跳出来说：“对不起啊，我们俄国从来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也没有收过这个日本的东京给予我们的任何讯息。”那这个新闻怎么会从日本的官方说不具名的外交人士放出来呢？他就是要挑拨中俄之间的问题。好，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外交手段的一种操作。那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我们学国际政治那么多年了，当这个新闻在5月11、12号连续2天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而且大的媒体都登出来的时候，然后马上带动台湾的媒体，带动欧洲的媒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操作了。所以当《金融时报》再出来的时候全部都跟日本有关，都跟日本的右翼的这些媒体有关，我们就知道他们本身的这个国际的阴谋、国际的黑手在操作了。这个很明显的就看出来了。然后很明显的，俄国第一时间就破解这个谣言，美国的川普也在第一时间破解这个谣言。其实双方的都已经指向日本了。我觉得高市早苗在这个时候跑去这个找李在明说要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在过去日本对于韩国，他基本上是比较鄙视的，是瞧不起的。在过去的这个日本的历届的首相，他对日本都是这个态度。可是高市早苗上来了以后，把姿态摆得这么的低的情形下，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能忍耐到多久？其实我们也在观察，因为忍耐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会认为说，有必要这样低声下去讨好韩国吗？这个时候局势就会产生变化了，因为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在往下走了，现在还是很高但是共同社的民调已经跌到只剩下61%了，还是很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是往下修正了。是来嘉轩。我先解答，说是中国渔船在日本佐世保这个活动，任何一个国家它一定会善用它的渔船在海上面做坚贞的事情。我举一个战史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当日本偷袭完这个珍珠港之后美军来讲，为了要报复这次被偷袭的行动，他们叫杜立德带了一个做了航空母舰，然后又用了一批这个轰炸机要去轰炸日本东京。
当这行动是非常的小心跟保守秘密，可是他们这艘航空母舰没有到达预定起飞的地点，就碰到这个日本的渔船所以被迫提早起飞。当然，由于提早起飞，航程就不够，轰炸完东京之后，他们后来油料都用完了，只能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迫降这个是战史上面发生过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日本也是用它渔船来担任监视的工作。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很丰沛的这种渔民的资源。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说，这个渔民在这个东海地区排列成一个长条阵，然后甚至于在东海地区跟这个菲律宾在互相在海上争取这个主控权的时候，也曾经用过所谓的渔船。事实上，我个人来讲的话，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金门海域也经常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他们在海上实施操练，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这个有非常有组织的。有些船它是负责补给的，有些船是负责监侦的。那你想想看，在广大海面上面，如果说有任何一条渔船，它在海上面看到情报的话，你又不能去打它，它是渔民，但是它可以将海上它所见所闻立刻传回它的这种情报本部。那在佐世保那边，那你想想看，他在那边看的这个天上飞过的几架飞机海面上面有什么样的军舰日本的军舰或者是美军的军舰什么样战机有数量有多少，他都可以回传过来。所以当然对美日两军来讲的话，在佐世保外海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另外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安全绝对不是光靠外交，或者是光靠这个大国的战略。我们知道军事也必然是支撑的很重要一根柱子所以说，虽然说外交上面美国跟中国来讲谈得很愉快，可是在军事上面那是军事的这根支柱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因此而松懈。所以解放军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持续会对这个太平洋这边争取它的海权。另外说是这个中国1800枚的这种飞弹，我觉得这是根据伊朗战争所得到的一个经验教训。那试问一下，我觉得这篇文章美军写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有一点在那边这个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了。伊朗，你想想他发射了多少枚的这种导弹跟无人机，就像美国在波湾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全部打垮了。那中国如果说有1800枚的导弹，再加上它的这种无人机，我相信在美军如果在东亚地区包括从日本的各个基地，包括到甚至于关岛地区，包括到这个菲律宾地区来讲的话，事实上我觉得以这种导弹数量是确实可以瘫痪掉日本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战力是绝对没问题的。是，来彬哥，中俄现在当然互通有无。你说俄罗斯会派人去中国大陆接受无人机相关的操作训练，这个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与此同时，你认为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会不会要求俄罗斯把他在俄乌战场上面所获得的一些经验传递给他们？我觉得这都是必然的，这就是一种基本的情报交换。所以等于这场战争里头，俄罗斯所吸收到的经验跟教训，中国这边也获得了，所以对方也在提升。那请问一下，美国或是以色列或是乌克兰有跟台湾分享这种新形态战争的这个相关的情报吗？应该是根本没有。那请问一下，我们未来要怎么去因应新时代的战争？然后怎么样去重新调整我们建军的步伐，调整我们的战术战略？所以这个是要赶快跟上的事情，因为时代已经转变了，不要还傻傻的认为说只要美国爸爸愿意卖武器给我们就安了，没有这回事啊！现在连美国自己对无人机都非常非常头痛。美国为什么要去发展这种低成本的货柜化这个反舰飞弹？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过去的武器都着重在高精度、高单价，在现在这种大量消耗，特别是面对无人机跟导弹的时候，他这种打法根本就划不来。美伊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弹药一下就耗损到将近一半，所以他现在打算要这样做。可是我告诉大家，他说3年之内要1万枚，真的是随便说。讲实在话，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反舰飞弹不是一般的飞弹，反舰飞弹如果射程很短，根本就没有用。你射程如果要长，飞弹一定要大。抱歉，飞弹大它就不可能便宜到哪里去，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不知道，美国现在主力的鱼叉反舰飞弹，从上个世纪造到现在造了40年，你知道它总共造了多少枚？加上卖给盟国，总共才8000枚。他造了40年才8000枚，他现在准备3年造1万枚，你觉得有可能吗？而且美国现在
这个军工生产体系还不如上个世纪。我讲实在话，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想象，而且美国现在是希望把单价压低哦，但是能够压到多低？你能够压到50万美元以下吗？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多东西都是计划，但是计划赶得上变化吗？这恐怕就很难讲。那高市早苗现在当然要一一的去拉拢韩国，对他来讲，他已经面对了中俄的夹击了。如果韩国再跟他为难，那他的处境当然非常不妙。可是问题是，李在明本身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你看他跟周边所有的国家，包括北韩，他都不想跟他结怨。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李在明的很多手腕是非常值得台湾参考。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习李在明的这样的一个柔软的身段，而不是每天像个又硬又臭的石头，天天想着跟人家撞。对，而且好像北韩已经宣布他们没有要统一了哦。我记得前一阵子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不过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伊朗好了，伊朗到底怎么样？这个仗要不要继续打？哦，还是说他停止了呢？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怎么讲。他说，中东全面止战就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啊，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可是川普好像不是这么想的呢，因为他有说了一句话，他说距离开轰伊朗只差1个小时，现在美军啊，他的舰艇全部都在待命中，而且全部都装满了各种的弹药哈。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要立刻开战吗？哦，那说是22号哦，最快，明天哦就要重燃战火了。那可能是周5、周6、周日哦，或者是下周稍早，时间有限哦，不晓得川普是不是真的是箭在弦上了，又要重新开启战端了呢？伊朗的官员是这样讲，他说啊。我们当然是不敢松懈，不过有一件突发事件是在伊朗的葛西姆岛，突然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那官方就赶快说，因为怕被美军或是敌军包括以色列误会，所以他就说这是销毁未爆弹，它是销毁敌军的未爆弹。只是说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川普说最晚这个时间点就明天、后天或这个礼拜要再射击或者是轰炸这个伊朗。那专家就说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了，就像我们一直不断在附送他过去曾经讲的话，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就是他口又来了，所以没有人相信了。可是对于伊朗人来说呢，他说他只会威胁是没错，可是我们也只能好好准备对这些伊朗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必须共赴国难现在眼下有3100万名这人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外媒的报道是这样写的3100万人报名要保卫国家，而且还有新人，你看到粉红色的吉普车新人说我随时准备上战场。上前线为国捐躯。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它同一时间它也抛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和平方案。最新的版本是怎么样呢？他说要求撤美军加解除制裁，包括你看黎巴嫩这个地方这个所有的战线都要解除，并且靠近伊朗地区的美军还有支付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赔偿这些通通都要实现还有终止海上的封锁。可是看起来美国人可能不会答应，包括范斯 Vance 他说美伊谈判进展很大，可是美国这里也预备了 B 方案。所谓 B 方案就是重启军事行动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会怎么走，前途未卜。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刚刚说了过去非常昂贵的炮弹反舰的各种的飞弹消耗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现在1.5兆的美元预算也救不了了包括您看到审计的这个联邦审计署前分析师就讲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预算可以高达1.5兆美元，可是武器库还在缩水老化，那是因为过去他们偏好投资很昂贵，而且难以长期维持作战部署的武器系统，所以可能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之后，通通都要全新的重新来一个思考。那范斯也说，美国不能再当世界警察了，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困境。所以呢，在欧盟这边在 NATO 在北约这里他最近不是取消了波兰增派4000名士兵的计划了吗？他说我们现在要先搞好自己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支援其他国家了。那川普是怎么想的呢？他提到了无人机，我们来看看。But the entire roof is developed for military. They're very high. They're higher than just about anything else.
They have a 360-degree vision of Washington, D.C. They have a massive drone capacity. Not only is it drone-proof, if a drone hits it, it bounces off. It won't have any impact. But it's also meant as a drone port, so it protects all of Washington,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好，这是白宫新的宴会厅哦。这个川普他很自豪在介绍这个宴会厅的新的一些布置哈。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川普想说哈，在他在1个钟头打伊朗战争，在1个钟头之前临时喊卡，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所有人都看破川普的手脚了哈，甚至于连伊朗都看破，都知道你美军就不敢打了嘛。我在这边，我觉得当然他之前的叫做史诗怒火啊，后来现在说我要重新一个大水计划，但是我觉得美军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展开任何的对伊朗在展开任何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呢？第一个，你没有武器了嘛，你没有弹药了嘛。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才打1个月下来，美军的库存哈，包括到报纸上面都有报道过的，包括从这个韩国那边调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哈，这个日本的这种基地来讲的话，将陆战队调过去，到现在为止哈，你的库存大家都知道。这最起码要5、6年以上的生产时间才会补足你的库存，所以第一个你弹药不够，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已经兵疲马困了哈。这场战争打了1个月下来，我们看到福特号上面的官兵哈，是不是自行纵火，还是不小心意外失火？但毕竟一场小小的火灾就让你的福特号必须要回到美国去，现在好像也已经撤离了。那第三个，我们没看到你在这边增加兵力，我觉得川普现在讲这种话，我个人认为他在重施故技，你知道，他准备做什么？就炒股票嘛。这1个月下来，我们3月份那1个月不是每个礼拜固定大概礼拜3或礼拜4的时候，他开始放话，开始说，我们要有和平计划，然后股市就开始涨。那礼拜6、礼拜天他又开始打了，然后股市就开始跌了。所以他是不是又要重施故技？但是狼来了，喊多了哈，这个大家都不相信。那如果更糟糕的，如果你让伊朗看破手脚。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美伊的这种和谈里面，它的条件是越开越硬，根本就是毫不退让。为什么伊朗有这种底气，一点都毫不退让？我觉得就是你在战场上面，这个美军在战场上面不利嘛。如果你在战场上面真的是达到你威慑的能力来讲的话，我觉得伊朗不会开出这么硬的条件。就算开出这么硬的条件，开出来，我们看到那14点的协议，它几乎是没有退让包括核协议在内。现在反而是我们看到川普自己在退让了哈。他说核协议，他说可以20年的时间，当然后续大家在讨价还价嘛。你讲20年，那伊朗讲5年，最后大家可能10年拍板定案。除了核协议外，包括到现在荷姆兹海峡，伊朗也继续在这边收钱呢。你美国又能怎么样？不但不能怎么样，那我们另外还看到伊朗更狠的一件事，他连经过荷姆兹海峡电缆他都要收费。那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是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发生确实对全世界。不管金融、经贸或者是科技，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毕竟波湾地区有很多美国亚马逊等等这些高科技，这个谷歌啦这些在那边设立的研发中心。那如果海底电缆被切断，对全世界可以说都是一场灾难。但是伊朗敢这样开条件，代表什么？代表他底气十足啊！代表你美国现在已经很明显的走向衰落了。在这种状况下，你川普来讲，你是流于嘴巴在那边喊而已，但是没有人敢没有人会愿意再相信你说要再对伊朗动武的这些话。这些威胁。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伊朗的问题？其实我蛮开心，这个川普又踏过的，而且我赞美、赞赏、肯定，就继续踏过下去。因为，他如果愿意继续踏过，那就代表他不会动手，也不会开火，我们都知道，如果他不出动地面部队，他开火只是去炸伊朗，那伊朗一定有一些无关的人受损，那伊朗一定反击啊！伊朗一反击，可能阿联酋又有无关的人就受损了，然后也可能又反击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基地，那他们又受伤了，所以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但是谁也不肯屈服，那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川普发动地面部队，那这场战争有可能打个4年、5年、8年啊，
那很有可能打个没完没了，那死的人更多，我们都不愿意见到。所以，如果川普能够每一次讲狠话、威胁，然后最后他找各种理由，我都赞成，我都鼓励他。我也都肯定，我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的 Taco 啊，我觉得这是有人类的爱心啊，因为他的 Taco 就是对人类有特别的爱啊，那就拜托您一而再再而三的 Taco， 就不要再轰炸了，不要再炸了，因为你炸也没用，炸问题是你永远屈服不了伊朗，那你谈判你那么硬，伊朗也那么硬，那就大家就硬下去，那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倒觉得。双方也狠话也说尽了，狠事也做尽了啊。那目前来讲，都僵在那个地方，僵在那个地方就必须要找一个解套的。那我们也看到大陆也表态了，说战火要停，不要再重启战火。赫尔木兹海峡要开放，那你要开放赫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就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要解除对赫尔木兹海峡全部都封锁，而且。不能有任何收费，我想这个是全世界最想听到的好消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问题，现在俄国说他可以再度思考，如果你伊朗愿意交给他，他愿意保管。那这又是一个下台阶了嘛？那川普本来是希望说你一定要给我送到美国，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再讲了，那就送到俄罗斯去，这不是很好吗？是。那如果一旦伊朗愿意交出来，你就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不就也都皆大欢喜吗？伊朗欢喜，你也欢喜，全世界都欢喜，大家油价降下来，你的消费者也欢喜，大家都好。我们讲到这里，其实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就你美国不肯做？所以问题还是在美国。美国，你为什么就不肯做？难道你真的就要被内塔尼亚胡这位贪污的嫌疑犯？因为以色列的法院认为他是贪污嫌疑犯，那你难道就要为他被他把持吗？我觉得这一点好好的想一想。希望川普可以听到赖老师的呼吁。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有可能再度极限施压伊朗，要轰炸他。来，我觉得范斯讲这句很有趣，他说美伊谈判进展很大，到底进展在哪里？目前我们看不太出来，因为他们都私底下在谈，那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进展不知道。可是如果以伊朗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方案，看起来跟先前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差不多。对啊，那美国是不是也还是坚持原来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双方根本没有进展，还是有人已经松动了，只是嘴巴上不讲。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谈判是有进展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伊朗自己在那边这个就是销毁这个未爆弹，然后一炸之后，他马上出来澄清，大家不要紧张，这不是在销毁未爆弹，表示什么？不要误会，他不愿意破坏这个谈判。OK，对，那就表示谈判确实是有在进展的嘛。因为谈判如果根本没有任何进展，他何必怕破坏？那要打就来啊，对不对？也不用怕什么误判。所以我相信谈判是有在进展，但是可能进展的速度不够快。所以川普就一直不断的在施压，就是说我马上就要打喽，现在是人家叫我不要打哦，那时间到了我就要打喽。那他到底会不会打呢？我当然倾向于认为不打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正常人会选择不打，但是川普不一定是正常人，他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太正常，所以很难讲。但是我觉得就算打，大概只是小范围的打，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大范围全面性攻击的能力，所以我个人他可能会稍微施压一下，做一点零星的攻击，然后促成谈判的更加快速。但是你要全面性的攻击，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不然的话你浪费这么多个月在干嘛？请注意，荷姆斯海峡已经封锁了2个多月了。对呀，接下来马上要进入3个月了。是。